最近，古人类学家们采用最新的 DNA 技术对奥茨宾人重新进行了研究。最新 DNA 研究结果显示，奥茨宾人的祖先并非像科学家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来自里海草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在1991年，两名来自德国的登山游客西蒙夫妇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交界处的奥斯塔尔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自然木乃伊。起初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具现代人的遗体，但当奥地利当局把冰人送往实验室，通过对遗体进行采样分析，最终确定它不是普通的现代人遗骸，而是曾经生活在大约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远古人类。人们将其命名为奥茨宾人。奥茨宾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古老的木乃伊，它的发现为研究史前时期的欧洲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食物样本，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身体机能、服饰以及当时的气候环境状况都有着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2012年，科学家们编制了完整的奥茨宾人基因组图谱。奥茨宾人 DNA 测序显示，它的 Y 染色体 DNA 单倍型类群属于由 M201、P287、P15、6223和 L91 等 SMP 点位定义的单倍群，即冰人可能属于已经在欧洲消失的种族。冰人生有褐色的眼睛、O 型血，且乳糖不耐症。而基因检测结果还显示，这具在阿尔卑斯山冰川中融化出来的冰冻木乃伊的祖先竟然来自遥远的里海草原。但这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家们的困惑，因为与冰人近似的人类遗骸研究表明，其他带有草原血统的人最早的记录是在大约4900年前。来自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的考古遗传学家约翰内斯·克劳斯说，奥茨宾人太古老了，不可能有那种草原血统，他的基因测序结果一直是一个数据的异常点。克劳斯和同事为冰人重新编制了一本遗传指南。研究人员在《细胞遗传学》8月16日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基因组严重被现代人的 DNA 污染。新的分析显示，奥茨宾人的草原血统完全消失了。在遗传学研究中，古代 DNA 的样本往往非常脆弱，并且容易受到现代 DNA 的污染。这种污染可能来自多种来源，例如在发掘、运输、存储或分析过程中与现代人接触的结果。因为古代遗骸或样本经过长时间埋藏，在发掘出来之后，它们可能会与现代人的皮肤细胞、头发、体液或呼吸中的 DNA 颗粒等接触。此外，实验室环境中的现代 DNA 也可能造成污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需要使用高度精确和严格的实验室程序来减少污染风险，以及采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来区分古代 DNA 和现代 DNA。在克劳斯和他的同事们的新研究中，他们通过采用更精确的技术来去除这些污染，从而得到了一个更清洁、更准确反映冰人遗传信息的基因组。这个新的基因组分析揭示了与之前认为的不同的遗传谱系，表明冰人没有来自草原地区的祖先。但是冰人仍有一些奇特之处。约翰内斯·克劳斯表示，约 90% 的奥茨遗传遗产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与其他同期时代遗骸相比，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比例。因为通常在同期时代的人类遗骸中，我们期望看到更多遗传多样性，包括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遗传混合。新石器时代标志着农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人们主要是定居农民，而同期时代紧随其后，特征是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与其他地区和文化的更广泛联系。因此，同期时代的遗骸通常会显示出较广泛的遗传背景，反映了更多的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然而，奥茨的遗传组成显示，他的祖先几乎完全是新石器时代的农民，
这意味着在他所处的地区和时间与其他地区的人口交流可能相对较少，或者这些交流在遗传上没有留下显著的痕迹。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因为它挑战了人们对铜器时代中欧地区人群遗传组成的传统理解。冰人新的基因组还揭示了他有男性性秃顶，并且皮肤比艺术作品中呈现的要黑得多。克劳斯说，直到4000到3000年前，早期农民开始食用植物性饮食，他们无法像狩猎者那样从鱼和肉中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由于饮食中缺乏足够的维生素 D， 浅色皮肤的遗传变异可能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了自然选择的青睐，因为浅色皮肤能更有效地合成维生素 D。 因此，直到农业社会普及植物性饮食后，浅色皮肤的遗传特征才在欧洲人群中变得普遍。克劳斯说，大约从4万年前到8000年前居住在欧洲的人和非洲人一样黑，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我们总是主观地认为欧洲人肤色变浅的速度很快，但现在看来，这一个过程的发生实际上是在人类发展历史的相当晚期才发生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